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林依晨出演《庆余年》林婉儿，李沁回答引粉丝炸锅，导演太没节操。这部剧的原型其实我都是按照林依晨为原型来写的，李沁听了也不要生气啊。猫腻说的这句话直接将李沁无疑是拉出来进行吊打。李沁知道猫腻的话后，也是笑呵呵的打了圆场。随后在李沁回答以后，粉丝深究后，竟发现如此真相，直接引发粉丝声讨猫腻，声称要求猫腻道歉，直言导演太没节操。猫腻是一位网络作家，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被逐出学校后回了湖北打工，碰上了电脑后，发觉了自己有打字和编写故事的天赋，于是走红了写作的道路。因为文采好，所以曾经获得过网络文学20年10大玄幻作家，以及100强大神作家和100位行业人物。主要作品就是《江夜》《择天记》《庆余年》《朱雀记》等等。由于《江夜》和《择天记》都已经被影视化播出，而且《庆余年》的版权已经贩卖，所以网友都在期待《庆余年》的开拍。《庆余年》是一部架空历史的小说，主要讲述的就是关于主人公范闲作为一个有着神秘身世的少年，自海边小城初出茅庐，在历经一些家族、江湖、庙堂的种种考验锤炼的故事。他的成长过程其实也是体现了庆国这几十年的是跌宕起伏，在这种背景下刻画着不同角色的爱恨情仇。在范闲长大以后，自己母亲叶青梅的一生也是渐渐浮出水面。在得知叶青梅死后，范闲和无数人一起联手，走上了击杀庆帝这个负心汉的复仇之路。在《庆余年》开拍后，在某次的典礼上，主持人问猫腻，表示所有作者在写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总会找到一些个原型作为参考。那么《庆余年》的林婉儿有原型吗？听到主持人这样问，明显是一个坑，但是猫腻也不畏缩，如实回答在写这部剧的时候，自己心里就是以林依晨为原型的。猫腻觉得自己的直言有点不妥，于是随后还在告诉李沁不要生气。不仅如此，其实猫腻早就将这件事情早就在剧中体现了，因为林婉儿的小名就是林依晨，而且还是庆帝亲封的依晨郡主称谓，这种姓和名都直接显露出来，所以女主的原型是林依晨，这都已经公布于众了。而且林依晨曾经在《小女花不弃》中还有一段吃鸡腿的戏份，所以这与范闲与偷吃鸡腿的林婉儿初次相遇其实都存在一种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在证明猫腻对于林依晨的喜欢。但是猫腻在宣传的时候直接当着李沁的面说出，李沁其实不符合自己写的人物原型这种事情。虽然李沁忍了，哈哈一笑而过，但是李沁的粉丝绝不允许有人这样欺负自己的正主，直接在网上公开的 diss 起了猫腻，希望他公开道歉，甚至拿猫腻当年在微博的旧文说事，认为猫腻本就是个没节操的人。看着这样的场面越演越烈，于是作为猫腻的好朋友江南和蝴蝶兰一起为猫腻澄清，为何当年猫腻的是根据林依晨写的女主，只是因为林依晨是上一代的台剧之光，那时候林依晨很红的，所以在当时觉得林依晨是当年的女神之光，演员也不是现在的这一批次。假如猫腻直接根据现在的演员构想，就成为了真正的穿越小说作者了。确实，在当年林依晨凭借和郑元畅搭档的恶作剧之吻，以及和胡歌一同拍摄的《天外飞仙》和《射雕英雄传》，直接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女神，直接火遍了大江南北。起初林依晨选择出道的原因和不少艺人一样，因为家境的困难才决定通过这种方式为家里人还债，参加台湾当时的选秀节目。她凭借自己的甜美可爱形象，在此次选秀节目当中获得捷运超美少女的第1名。
于是林依晨在18岁正式出道，21岁都已经入围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在林依晨成名之后，接了不少青春偶像剧，也被称为偶像剧的鼻祖。因为和郑元畅的《恶作剧之吻》火爆大街小巷，直接就是甜妹的代言人。小七的敢爱敢恨也是让观众对她记忆深刻。那满脸的胶原蛋白，青春有灵气，单纯又善良，自然不做作，一下子成为了不少男生的心中的白月光。猫腻就是其中一位。所以在那时，猫腻把林依晨当作女主的原型也是情有可原的。而李沁就与林依晨恰恰相反，李沁直接因为自己的第一部戏《红楼梦》所熟知。剧中的薛宝钗与林黛玉并列为金陵12钗之首，不仅容貌丰美，举止娴雅，博学多才。随后又出演了建党90周年的献礼片《建党伟业》里面的杨开慧，不仅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而且在敌人的逼迫下，始终不愿意提供毛泽东的去向，以及绝对不会与毛泽东脱离关系。他给人的感觉是清冷的，是聪明的，是懂得隐忍的，是郁郁不得志的。但是在最近播出的《楚乔传》中，李沁所饰演的元纯公主直接将李沁送到了导演的视野里，因为李沁的演技其实在业内一直是没有争议的，而且李沁在《楚乔传》中前后分别扮演了2个截然不同的角色。《楚乔传》前期李沁扮演的公主角色其实是非常接近的，都是那样的天真烂漫、率真无邪、不谙世事。在猫腻笔下的林婉儿是性格活泼开朗、正直善良，会为人打抱不平的角色。虽然是长公主李云瑞和宰相林若甫之私生女，之后被庆帝给收为义女，十分受到庆帝的喜欢，被封为依陈君主。在他看到范闲明知刀山火海也要挑战世事不公时，他坚定说出我之希望，这世间有公道存在。在他爱上范闲之后，便对范闲至死不渝，明知道范闲走上的就是一条死路，但是李婉儿依旧选择支持，陪在范闲身边不离不弃。剧中在描写出范闲看到林婉儿的第一眼是这样写道：在漫步拉开以后，范闲看到了让自己吃惊的一幕，一个穿着白色纱裙的女孩在香案下的一角蹲着，吃着一个鸡腿。她的眼睛很大，而她的五官更是精致美丽之极，淡淡粉嫩肌肤，长长的睫毛，看上去就像是画中的人儿走了出来。范闲看着直接入迷，渐渐的才发现这女孩子的额头有些大，鼻子有些尖，肤色有些过白，那对唇儿似乎比一般的美女要厚了一些，依然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一组合在一块儿，配上略显怯缩的神情和一股天然生出的羞意，依然让范闲的心头一动。就是这样的场面，在剧中李沁的表演似乎没有打动到观众，可能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所以在猫腻的眼里依旧是在期待林依晨。可其实剧组其实对接过林依晨，只是因为档期以及其他因素，最终决定让李沁出演。因为在写《庆余年》后已经过去10年，10年前的演员阵容其实还没有和现在这样变得百花齐放，所以猫腻将她作为女主进行创作。但是现在的林依晨也是过去10年，尽管明星保养得十分可以，但是再让林依晨出演一个小姑娘，其实也是有点不太合适。而如今已经过去10年，演艺圈其实也已经早已变样，选择李沁出演的林婉儿，猫腻也说并未说不合适，反而也是夸奖李沁演得很好，很可爱，在平时也是十分的敬业。因为《庆余年》作为网剧播出，减少了大量的配音，在角色方面也是主打一个真实。李沁的原声在《楚乔传》中其实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在根据合理改编以及李沁的演技和原声，其实都是交给《庆余年》最好的答卷。假如要让林依晨来饰演林婉儿，由于林依晨的口音是很难让观众入戏，尽管找到配音演员，
但是依旧没有主角自己的原因来得更舒服。而且李沁为了让自己吃鸡腿的经典一幕给观众呈现得更好，一直坚持真吃。但是即便鸡腿真的很美味，但是吃多了总会腻，所以在李沁一幕幕的吃鸡腿，只为了呈现自己最真实，给观众最真实的感受。所以李沁说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吃了几个鸡腿，导演也是十分心疼李沁。在李沁吃完一口后，导演就立即喊卡，让李沁吐出来，再接着拍，这样一来也不会让李沁太过于难受。但是尽管导演这样做，李沁在绝大多数的拍摄中还是把鸡腿咽进自己的肚子里，甚至还在开玩笑的用这种油用来补自己的唇妆。对于李沁出演《庆余年》，曾经有人同样问过导演孙浩，当初为何力排众议找到李沁来出演女一号？孙浩笑了笑，表示自己其实也是因为李沁在《楚乔传》中看到了李沁的潜力，而且李沁也没有让自己失望，在剧中不仅演绎出来自己满意的林婉儿，还在片场提出很多的自己的理解和建议，才使得人物更加的生动与灵活。而之前因为猫腻的话，也是给剧组增加了很多的曝光度。至于粉丝对待猫腻的事情，其实也是在为李沁感到委屈，毕竟李沁自己对待角色一直都是认真不能马虎，不仅前期就做足了准备，而在直接专心投入剧组5个月，没有任何的请假与迟到。猫腻如果觉得李沁不合适这个角色，可以在剧组开拍的时候就提前说出去，而不是在盛典上公然提出，让李沁下不来台。在粉丝的声讨中，猫腻最终表示自己没有否定李沁，可能是自己的表述有问题，但是李沁的演技是没有话说的。在《庆余年1》播出后，李沁的表演也算是为自己证明，他所饰演的角色也是被人们所有喜爱。李沁从来都是靠自己的实力来说话，用自己的行动给那些不看好的多人直接一个反击。现在《庆余年2》正在开拍，你对《庆余年》第2季这部剧有什么期待的地方吗？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